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27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率领此行的是该联盟会长、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作为日本执政党内在任时间最长的前2号人物，二阶俊博是著名的知华派，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那么，在日本当前面临国内选举的背景下，他此次率团来华，将为推动两国沟通对话发挥怎样的作用？来看报道。8月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二阶俊博。赵乐际表示，中日4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和平、友好、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中日经济利益和产业链深度交融，双方完全有条件，也应加强合作，相互成就。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欢迎包括日本国会议员在内的日方各界朋友多到中国参访，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二阶俊博表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希望推进日中民间交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愿为促进日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此前一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北京会见了二阶俊博率领的访华团。刘建超表示，当前中日关系处于关键阶段，希望双方加强全局性、战略性沟通与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二阶俊博表示，此次时隔5年再次来华访问，也是他就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以来首次访华，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同中方深入对话，推动两国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为深化两国政治、经贸、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和解决矛盾分歧创造条件。二阶俊博一行是近2个月来第3个访华的日本高级别代表团，也是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时隔5年再次访问中国。访华团成员还包括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以及立宪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等10名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也在北京会见了二阶俊博一行。行前，日本共同社分析称，因应局势变化，近年来中日官方对话渠道狭窄，难以进行危机管理。当前两国间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导致的中国进口限制及签证政策变动等。日本经济新闻称，希望能以议员外交为立足点，重新拓展与中方对话的渠道，推动解决两国问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在27号的记者会上提及此次访华行程，强调去年中日双方重申战略互惠关系，并致力于建立符合新时代需求的稳定关系，希望借此加强两国间的交流与沟通。希望这个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通过来华访问，将中国的这种所见所闻所感吧，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具体现实情况传递回日本，其实有助于中日之间呢减少不必要的这种误解和误判。通过这样的一个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形式呢，涵盖了日本的朝野不同政党，我觉得也有助于日本政党这个之间吧凝聚一种就是说对华的认知和共识，同时呢也有助于我们中方了解日本执政党包括在野党在一些这种对华问题上的一些这种立场和看法。二阶俊博27号抵京后，先是来到清华大学访问。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一路搀扶二阶俊博走向会议室，双方落座交流。现场画面显示，二阶俊博虽然行动稍显蹒跚，但精神状态依然矍铄。他在发言中回顾起过去多年的访华经历，表示自己始終致力於日中兩國的世代友好。2015年の訪中の時に習近平主席自らが私たちに対するスピーチで述べられた一節、先人が木を植え、後人が木の陰で涼むに深い感銘を受け、今回特に希望して私たちはこの地にこのゆかりの木を植え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世世代代での日中友好を願い、心を込めて植樹を実現したいと思います。二阶俊博一行随后在清华大学校园内种下象征中日友谊和和平的樱花树苗，寄托对两国关系的良好祝愿。二阶俊博还提到，今年9月，日方将接待来自清华大学100位学生的访日代表团，希望两国青少年能增进交流与相互理解。今年已是85岁高龄的二阶俊博，曾是日本自民党史上任期最长的干事长，地位仅次于该党总裁，对该党候选人、立法议程和预算都具有重大影响力。他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积极增进两国各界的沟通理解，特别是为推动两国青年政治家、青少年和教育文化交流做出过卓越贡献。在日本自民党即将举行选举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受到广泛关注。当前中日关系处在相对低潮阶段，日本政界担心，如果对华关系继续恶化，将对其国内经济、政治各方面带来较大负面影响。据披露，作为日本政坛资深知华派代表，二阶俊博也被日本政府赋予了进一步对华沟通的特殊使命和期待。然而，有观察指，日本当前整体对外政策随美起舞。其上月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中，保留了去年视中国为前所未有最大战略挑战的定位，首次警告中国军事活动增加或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则是其对华态度的鲜明体现。此外，日本舆论还担忧，眼下二阶俊博已是耄耋之年，日本新世代政客中又缺乏他这样对华沟通牵线人的继任者。但有学者认为，在两国关系中不应过于夸大个人发挥的作用。如果日本政界和社会的对华认知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不正是在政治上拿出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和诚意，单凭个别知华派的力量，难以让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实质改变。从长远来看呢，其实中方对于日本的政策呢是一贯是连续的稳定的，但日本往往因为这种领导人的更迭，包括政府的这种更替吧，其实导致对华关系呢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今后谁能当选日本首相，究竟是延续岸田文雄当前的路线呢，还是改弦更张？其实我想这个对于中日关系来讲的话，无疑是有巨大的影响的，还是有待观察的。在当前阻碍中日关系积极发展的诸多障碍中，核污水排海问题备受各界关注。8月24号是日本政府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1周年。26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同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年博行在东京举行新一轮中日外交部亚洲司长机制性磋商，期间双方重点就妥善处理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进行了深入和建设性的沟通。去年8月24号，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1年来，周边国家及日本渔民等民众持续对此表达抗议，但日本政府不改变有关做法，只一味呼吁中国立即解除海鲜进口禁令。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曾回应称，日本在没有同周边国家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向全世界转嫁风险。这种做法极其不负责任，也不符合国际法和邻国相处之道。中方对此一贯坚决反对，并向日方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包括中方在内的各国采取相应的防范和应对措施，维护食品安全和民众健康是完全正当、合理、必要的。中方这种怎么说呢？坚持与日方进行这种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这种沟通，其实已经释放出了最大的诚意和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那么我想接下来还是有赖于日本方面的来进行这种积极的配合吧，来共同推进这样的一个核污染水问题的一个长期安全有效合理的一个解决。最近二阶俊博等日本高官接连到中国访问，那对此您怎么解读呢？二阶俊博先生和日前来访的海江田万里先生、武田敬三先生都是长期致力于中日交往的日本知华派的代表人物，同时呢，又都是在日本政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民和在日华人都很熟悉的老朋友。这些知华派的政治人物啊，对于今天中日关系面对很多纠纷和困难，
无论是着眼于日本的国家利益，还是出自自己本人的切身感受，他们都心怀忧虑，都希望凭借自己在中日关系领域的影响力，在中日关系有困难的时候发挥自己的作用，争取尝试推动中日之间恢复正常交往，建设稳定的双边关系。其次，3位高官接连率团来访，也是日本政府和整个社会在向中方表达一种希望缓和和发展双边关系的正面意图。这不仅仅是几位政治家的对华态度，而且反映了日本在面对现在的多重困境，希望借助中日关系的改善而有所突破的政治意愿。第一呢，就是中日关系确实面对着很多问题啊，既有大的方面，比如说像历史认知啊、台湾问题啊、领土问题以及地缘关系上的各种矛盾等等结构性的问题，也有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说日方认为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核污水排海的问题啊、签证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对于日本来说都是有些压力的，都需要和中方沟通，达成一些谅解。第二呢，就是一个更重大的了啊，是国际背景上的压力。美国大选在即，尤其是特朗普来势汹汹，很可能再次入主白宫。日本当然需要有所准备啊，因为日本的政界人士都不会忘记，特朗普8年前上任之初就退出了 TPP， 打了日本的脸。伴随着岸田辞选离任，日本在准备改选的同时呢，也在思考这2年岸田政府过度的追随美国，搞什么阵营对抗啊，所以就对中日关系等地缘环境造成的伤害。因此呢，我估计会在推动缓和、改善中日关系方面做出一些努力。中日关系其实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呢，由于日美之间具有着一种政治依附性的特殊的同盟关系，中美目前关系的微妙以及中日关系的特殊重要性，这3者关系以及3个双边关系的复杂互动，还会随时牵动着日本的对华和对美的政策选择。